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心归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，金戈铁马笑长空。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北京苍穹，今孤勇，今离人，今归舟。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？老臣奉大兴县王遗教，请刘郎全两军节度留后之位。刘郎卿之爱，县王以5月12州67县100万军民相托付，此事万不能做小儿女轻态之事。洪所年幼，才识浅薄，万事扬长领功。县王遗教已托老臣顾命，老臣敢不敢恼土地，以报县王。郎君，皇位在。扶刘郎一至偏殿暂歇。是。齐郎，可同来。君臣之分既定，齐郎此事不当搬家。咱家街的换医院还有几十匹生马，快去取来了。好，我那边等得急，取得慢，仔细吃鞭子。是，快！把王轰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一遭算是侥幸逃过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现在你我的性命可都全系在何都将身上喽。是末将疏忽了，我将此人几乎忘却，也不知此刻是何时进来的。还请督监治罪。退下。诺。副将，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，
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。代孕掌内压兵多年，在钦从第一都里安插几个人，易如反掌啊！也不可能是此人，他一直被捆着，行动不便。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啊。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，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，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。黛玉，父亲，天快亮了，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，这宫门得开啊。这宫城内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？钦从第一都对付以上，都是大王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的，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，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啊？带他进殿来。诺。太尉陈甲兵于宫门，意欲何为呀？下马！若月，开门！奉大王教命，斩杀逆贼。黛玉，杀！后退，后退！奉先王遗教，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，因结宗藩，擅权军武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君上，谋立嗣主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
天福6年8月廿4乙亥。哎，果然还是海上的一生了得呀！山岳社横行西府，在人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。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榜4万名，卷8万匹，何时还来？我家穷，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，区1万匹绢，还是杂色。儿子在衢州，在西府，每日用度皆有定例，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。谁说都是给你的？哎呀，养个儿子呀，就是扔出去的石头。你自家的吃喝用度，自己靠本事挣去。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，也是一大家子人，你这个当晚辈的回岛上一遭，不带些提己回去补贴1、2，可还像话？母亲大人说的是，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意代为宣达。戴太尉与金定姑姑说，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，不让别人笑话了母亲的礼数。吾承祖宗之宏烈，勤劳邦国，夜夜精精，苛求致志，奈何两要立天，不能讨亏责之术。40成岁，无异于代谢之期。机书不可以久旷，庶情不可以法统。唯义是守，为敬为和，克敏克宽，斥去其邪，亲任人人。太傅，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，恪尽公人，故令判佐奉印，全摄两军留后，伏请圣心复查。靖节黄钺，庙堂礼制，东南府县蒙利军民，积息一隅，茂哉靖哉，主者施行。东南不可一日无主。臣奉先王遗教，请太傅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洪佐德薄，不敢合军国之众。郎君此言差矣。先王与东南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，郎君乃先王嫡脉，于此家国转承之际，其可妄自菲薄，上为先王一命，下负100万军民吗？臣受2代先王厚恩，在此国事未决之际，岂能孤恩负义？明哲保身，诸位公卿，尔等的忠心呐！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西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等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
金主继位，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？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哎呀，严重了！末将不过是……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，你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还贴切些。那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我给他做过3年的钦定。当年东周大战，挑棒搏杀，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桅杆砸倒下来。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，我坟头的树怕是能碗口粗细了。后悔了？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都是轻。可拼尽气力杀了他，又能如何？在公卿、相公、宗子们的眼睛里，我不过就是个背主作孽的家奴。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？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玩过来。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，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。殊不知，这几十年来，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？长安天子魏博牙兵，没有了亲卫牙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，连口蜜酒都没得喝。可怜哦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坟攻进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洪佑篡建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拿下。且慢！九郎君，
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弘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知兵马右使。九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多招打，诚招越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，一散左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置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此乃留后家事，不当论外臣。胡令公为先王顾命，可有意教我？昨夜李晨远大火，先王洪氏便起昼夜，敌我难辨，老夫不得已诛杀代孕，非常之事，情非得已，不得为成平之法，留后不得不查。胡令公是让我赦了三郎与九郎。刘后应该明白，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。三郎久在军营，深结军心，更兼代孕已死，仇怨已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若是处置不当，恐国家有负心之患。身为人主，不能以私情害国事。处事要果断永决，万不可做无人之人。杨大郎兄，去射三郎。三郎，父王，
九郎困倦的厉害，在里面睡着了。九郎无事，那就好。我要惊扰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哪儿？御史台还是刑部？内衙杜监署。还好，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。要保吗？你看聪明，自是不用。走吧。七哥，到底错在何处？想明白了没有？六哥当了大王了，便没了兄弟了。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，那便是弥天大罪，该千刀万剐的。昨日夜里，你在何处？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，昨日夜里须还不是大王。昨日夜里的事，原该父王来问才对。父王问了。父王问：七郎何在？我到殿外候命，北京通传不敢觐见。父王又问：九郎呢？我答：许是睡着了。要传他前来吗？父王说：小孩子较长，九郎素来好动贪玩，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，让他睡着吧。你为何要骗父王？我明明不在。要问你自己。昨日里，父王宾天之际，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？阿爹，阿爹！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，相较于刑部而言，已经好很多了。九郎无事吧？被罚在奉贤殿跪了半日，如此而已。还好，还好啊。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？你会做吗？大郎兄，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？九郎，你的诗书虽说不算出色，可论及九章算筹，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
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，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？你这心性，何时才能再长大些？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，我只知三哥无罪。六哥心里十分明白，却偏偏要杀三哥。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，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。满朝文武公卿，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，只因兵权，遭了六哥的忌，这才身陷囹圄，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。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，若是这便是长大了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，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。郑郎君，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，而是不能救。郎君自家也说了，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。若说这便是罪，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。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使的差遣，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。郎君明鉴，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？下官什么也不曾说。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识得轻重。此去汴梁，一来是奉表告哀，二来是体看风俗，三来是礼敬重臣，尤其是封令公处，须得当面拜会，待吾之意。臣谨遵君命。水秀公即为使臣，按常例，当加大元帅府判官。自当如此，自当如此。臣敬献留后。事情有些麻烦，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总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壮壮声势。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总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
诸君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禀刘后，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业孙廷辅公的遗孀，虽分居海岛，不服王化，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。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，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事而来。涂昭达，刘后，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这样贸然兴兵，意欲何为？此等海贼宵禁，不服王化久矣，问之无益。那依杜卿的意思，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。正是。那就请杜卿即刻登船，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。臣，刘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小杜纵然不成器，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。诸君，使我吴越绝路。而今国难当头，谁能带吾前去，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？在下愿奉王命，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刘后，在下程昭岳，山岳社执事，蒙先王恩德，赏了一个乘风郎的伞阶。自此刻起，你便不再是8品的乘风郎，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，换一套紫色朝服，赐金鱼带，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？承蒙刘后信任，下官必当殚精竭虑，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杜卿，刘后，借你一冒一用，啊？程昭岳见过大娘子，大知司。山岳社之名，吴越闻名。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，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都监啊！程某这个内衙都监，做了不足1刻光景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，俱是无胆之辈。大知司此言，深得我心。新国主有什么章程？程东主尽管明言。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知司是何章程。钱家的九郎君欠了黄龙社250斤赤金，恐怕贵上国主千令不肯给，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。这却从何说起？这笔买卖确实有证人的，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。此人，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。不过250赤金，不用国主点头，程某便可应承大知司。还有吗？将我的阿佐送回来，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、尸身棺椁一并送来。
我自退兵回岛，自此前事在案，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。既如此，程某这便告辞了。距午时还有1个半时辰，告诉钱洪佐，5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，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。刘后，臣以为谋国事，不应行商贾之道。六哥，这江面上林林总总，少说有100条船舰，250斤的赤金，说起来也没有多少。若不与他，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。臣请刘后不打迭命，以悖逆之罪，废钱弘佑爵禄，夺其国姓，复其本名，贬为庶人。钱弘佑本名孙承佐，犯了刘后名讳，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，便改名孙本，拟彰其过。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，以大义责之，贼众必然羞愧无地，其君自退。大郎兄以为呢？袁学士老成谋国，臣附议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山去，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。